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小鹿的了。你现在开始备孕了，会有什么担心吗？担心什么啊？担心我首先担心这么努力，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啊。也担心，比如说你大张旗鼓的要准备要小孩，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我还是有那种做项目没做成的那种失落和害怕吧。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也要吃掉那么多药，因为本身我也是想要有一个小孩，补充一切。另一方面，我就觉得在节目里面录制记录备孕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很有这种喜剧精神。我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藏的，要有一个新的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人在承受这些痛苦啊。就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女性，你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努力。甚至要经常跑医院，你才能实现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我的身体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太多感到羞耻的，就是我要去解决它。阳光真好，而我却要去看医生。陈医生，我又来了。来，你再不来我就退休了。就是这个陈医生，就这个医生啊。这是我老公。你老公？对。哦，那你一会儿我帮你把脉看看。好吧，好呀。我先看看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来了？3月4号、4月19号。你这来治疗的比你来例假时间都少。哎，你的那个脉象比之前好一些，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我感觉我最近还长胖了一点。上次例假的痛经有吗？那每次都痛。好，用我们中医的这个逻辑来说。备孕前提是先把痛经治好。我说这个，没事，我都能听懂。啊，可以，那你比我说的还标准的。就是痛经它本身就告诉你盆腔里边是有问题，先让痛经几乎不痛了，这样才会为后边去做准备，你知道吗？我之前不是有那个输卵管的积液吗？对。昨天检查出来没有了。好事啊。对。我也不知道是做对了什么，因为我平时也会多运动，也不多运动，也做过一些运动吧，只能说是。做什么运动呢？普拉提。备孕期间一定不可以做普拉提。对的。为什么？盆腔环境2方面决定，一个是结构，第2部分就是内分泌代谢。针灸的目的就是把盆腔的里边的结构给它理顺。我说这个语速可以的啊。可以。你知道啥是盆腔不？盆腔不就是那个ovaries？ 这玩意儿，这叫盆腔。咱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把这里边的结构理顺。普拉提是核心力量训练。你结构没理顺，你去练普拉提，就相当于让你错的更稳定。啊，你听懂这个逻辑了吗？晴天霹雳，完全没想到。我觉得只要是运动，应该对备孕都有好处的。我都是练的没那么勤快，这2天。那很好，你的偷懒解救了你。实际上你应该是这时候只可以练拉伸。第2个就是说慢跑，快走也可以是吧？快走是最差的运动啊！快走会放大你的缺点。我就一直快走，你又不备孕，干得漂亮！它会让你痉挛的肌肉更痉挛。然后再说下一个问题，能听懂吗？能听懂。然后不可以喝冰的，这个很重要。好，不要艾灸，不要汗蒸，因为你脾虚。行，我明白了。然后其实你这个比上次还是有进步的。你还有什么疑问？我的都 OK 了，差不多。来，我看看你的状态，你坐。舌头我看看，你就是内热，你舌头前面全都是大红点。其实你就回去蒲公英煮水喝。啊，是吗？内热的，你吃点蒲公英，吃点败火的，反而对你是壮阳的。听懂这个逻辑了吗？OK， 好吧，共同努力，好吧？因为备孕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对吧？小鹿和汤包的备孕日记。第2天，我们今天去看了中医，看了中医之后又有了很多新的收获。我决定要开始慢跑。你得让你的心跳达到一个比狗都慢，某一个程度才行。第2，我要在11点前睡觉。好的呗，那我们睡觉吧，时间已经很紧张。
第3，坚持做瑜伽。第4，坚持喝中药。然后多学做饭。天哪，我觉得我们俩要做出一顿很好吃的饭了，我现在有点兴奋。你开始学会乐观。我们认真在一起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真正备孕的样子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个机会就是非常的棒，对。高兴坏了，1个月你们离开了，可以过来吃饭了。吃饭喽！我估计这个是最好吃，看起来最好吃。哎呀，这个就是炒老了一点了。你说这个鸡肉？我应该马上让它出锅。我眼睛好干，我点个眼药水。我眼药水丢了，太干了。我点个1对1急送。我之前外国朋友吃完一些那种湖南菜之后，肚子很疼，我就跟他说你肚子疼就是有一个胃很好的一种药，所以我给他点了，然后真的是不到，可能就差不多15分钟，就到了，然后那个小哥都进那个咖啡店送上我们桌 ，CB 就好吃惊，就觉得怎么可能这么方便？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在中国非常大的优势，生活质量优势，就是那种快速能解决问题。对，应该是我的药到了。你好，你的美团买药。谢谢，1对1急送就是快，谢谢。好快到了已经。对，好好啊，好快呀！美团买药，这个1对1急送特别快，很方便的。啊。有点紧张。Relax。你知道那种你肚子里的那种，突然就会开始有一点，那种感觉。体检都是很害怕的。手这么凉，紧张。全中国都会知道。哈哈哈。下午4点左右过来。好。OK。这里。Hello。感觉还可以。我觉得是，对，都在瓶子里。Oh no！ 我觉得挺开心的，比较第一次，可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你要喝口水吗？应该很紧张吧？但这个水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啊？我的。啊！天哪，你怎么会这样？逗你玩嘛，让你放松一下。逗我玩。但是你之前那么自信，有想到是现在的这个结果吗？哎，我也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谢谢，辛苦。哈瑞，你们快到了，告诉我哈，比如说提前5分钟，这样我下楼接你们。看一下报，所以这次这个取精的那个量是完整的，是吗？是完整的，也没有洒出来，是吗？对。好的，我了解了。但是这个精液的质量稍微会弱一点。然后呢，这个叫 P2呢，它是指所有精液里面活力最好的精子，正常的是32%，但你现在是23.6%，差不多是中度水平的一个，就是说少精子和弱精子。吓的。是。但不是说，你不能够就是跟太太一起不能够怀孕，相对来讲，就是怀孕的概率会降低。OK，但是都会有办法，是不是？对，那是肯定有回本，你不要紧张。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吃一些改善精子活力的药物。第二呢，其实精液本身的质量它会波动，3周以后再复查一个。OK。如果3周以后还和这个差不多，一个就是你要用3个月左右，
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是维持这个水平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跟你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比如说做人工受精的准备。确实，这个有点吓人嘛，感觉。虽然这不是我完全能控制的事情，但是还是我负责的事情。而且我知道他也很努力，我们都很想要这个事情嘛，所以就觉得，对，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我自己负责的事儿，Hello, good to see you. Good. Hello. How are you, Tom? Good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too. 哎，我帮你拿东西吧。没事，我自己来。好好好。小鹿，嘿，太完美了。这个礼物怎么样？他在家喝奶，一会儿喝一会儿不喝的。乖乖，哎呦乖乖。Harry 去那个加拿大演专场，前后快2周哎。对我这次就是舍不得走。在国内每次有演出的时候，我当天演当天回来，几乎是这样。然后这是第一次10天。对，14快14天。对，差不多。你是继续自己带吗？不可能吧？我来了。妈妈会过来帮忙是吧？真没时间。我能感受到他肯定是不开心的。他如果很开心，他很明显，回来就会很开心，然后想把话题插到这个事情上来。但是我看到他进来，话也不多的在旁边，低落的坐着，我就知道，应该不是很好。你今天回来心情是失落的吗？是，但是我回来的时候直接就是朋友在，所以我也是尽量内心就是处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进入交代客人的状态嘛。对，所以得有点藏起来一点。好饿，因为我们没吃中午饭。啊，你们没吃午饭，直接去医院，从医院回来的。对。我俩不是现在准备自己做饭吃吗？今天中午发现是没时间，我们又觉得不能吃外卖，于是我们就决定不吃饭。没事。就也别这么夸张啊！我觉得你还正常生活，你老天天小心也是一种压力。我们这都天天吃外卖，我回来的时候还吃。对，能小心的时候小心一些，但别饿肚子嘛，怕你饿肚子。哎，谢谢你会吃本净。你干啥？对，我来，多拿一点。你吃太少了，你这备孕你得多吃点蛋白质。确实这是一个矛盾。你说前两天你还说你是减肥，但你也不能减肥太多，因为会影响，但你会影响。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压力的问题。你减肥也是一种压力嘛，给身上、心理上、身体上是放松，这样其实是最好。是，这个好像感觉特别悖论哈，就是说，你说你刻意放松，还能否放松下来？是，这很难。来了。有点委屈的，来，哎呦，好乖，天哪，来了天，乖乖，睡醒了，心情好，小宝，哎，我其实最近有个感觉，我觉得我们周围，就是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注意到还是什么，我感觉很多我们的共同的朋友都开始成为家长。是不是就是年纪都到了？是有一种中年感。他爸妈特别有意思，他爸妈就说，如果我们，因为他们也知道墨尔本很闹嘛，他们就说，哎，我们可以帮你们养墨尔本。他爸他妈不是帮你看孩子这啊，对，他们就完全没提。我爸妈不会有这个。对他觉得这是你的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事儿。他妈说的是，如果你们需要我们来，我们就会来。这个东西在他心里，他觉得这是我责任来看孩子。我说不是，我们需要，我们永远不需要，我们可以自己看孩子的。哎，一样，我爸妈也一样吗？就我爸妈，就是我前2天跟他们讲，我说5一期间，你们能不能来一趟上海？这样，我妈的原话一模一样，你们需要我们就来。
哎呀，这样也没啥，是，其实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父母这代人，他好像特别的想要，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它的价值是什么啊？对他不会说情感。比如说我北漂10年啊，我爸妈也从来没有说，哎，我想你了，我来看看你，没有过。我也没有那种说，哎，我想你们了，我中间在非节假日回去过，没有。就得有个事儿，哎，就得有个事儿，必须是有一个，看起来就非常，就是事儿，正事儿，想你什么这些，儿女情长感觉。对我不知道也是，是吧？会。你会跟你爸妈撒娇吗？不会，完全不会。我也不会。咋说？我也很复杂，就是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那是长辈，长辈。对。你有提到10年时间，父母都没有去过北京看你。哎呀，这个事情啊，没什么好哭的啊，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别的事情。稍等一下啊，我这个妆不能花掉。我觉得我爸妈，我北漂的时候他们没去看我什么的，也很正常。哎，我可能是因为我还挺希望跟父母的关系更亲密一点，但是就感觉很难，好像，就比如说我跟我爸妈聊起我小时候的事情，他们经常记得的都是我哥哥的事情。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因为我哥是一个男生更在意我哥，而是因为我哥更调皮，所以在意我哥。所以他们的记忆里好像都是那个一直，存在感很强的那个小孩，然后我就比较像那个透明的小孩。所以，我希望自己能用爱去浇灌小孩，因为我很向往这种很紧密、很亲密的联系。我要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想要让小孩可能长大之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情感上的匮乏。为人父母的，你一定是要做好准备去投入这份爱的。我觉得我现在是，愿意去投入的。这个是不是好了？38该喝了是吧？38不闪了，就说明好了。孩子闪了。哎，你要把你那个报告发给我看看吗？好，我们现在或者我们发给 AI 问一问。啊，我就怕 AI 就，这是今天对，反正你可以看看。哎，我烧点开水帮你放一下吧。开水这边用那个铁的烧来，我怕那个太慢了，它等不了了。往里放一下就好了。对，你看一下。我拍一个照问问 AI， 我也不懂啊。反正他跟我说的是低于他们会想要的样子。帮我看看这个精子检查报告。还是可以怀上，但是要做这些准备，让这个精子的质量更好一些。然后他说，如果你是要用那个技术，或者就是比如说做 IVF 那种，是试管吗？对，试管是可以的。那不挺好的吗？我不知道，挺好的是不是？感觉就比开始想的还很多嘛。他怎么说？少泡桑拿。那肯定的。我今天也想说这句话，我想他肯定应该不泡桑拿。很喜欢桑拿。我上周去泡澡，泡了很久。这是第一个东西是少做的事，是吗？对，然后影响挺大的。那这整体来说是还挺轻的，小没有什么。对，是轻度的不达标。对，没事，这都好说，那就好做。我严重怀疑我这一周去泡那个桑拿
泡那个温泉，我看了一个电影在那个温泉。你什么时候去进行了这样的娱乐？我不知道啊。泡了2个多小时，对。我俩有种好奇怪的感觉，像2个小学生，犯了无数错。他们之前我巡演的时候，有些时候在排卵期，他刚好是周末嘛，我就会让他过来一下。天哪！每次都泡澡，先泡澡，先杀灭。我现在会想，对，确实。好，不愧是你。男生对于这种问题会比女生更敏感，是不是在东西方都这样？都这样。对，男的一发现自己的精子但凡有点问题，就觉得特别崩溃。因为你突然你觉得你不是男的了。所以好多男的不喜欢聊这些事情，完全不会聊，不会聊的事。你可能稍微就说一下啊，那个怎么样啊，还行啊，那挺好。对，就是。但我觉得聊聊这个话题挺好。你不聊，你就是去泡温泉。OK， 学到了，学会了。哎呀，天哪，泡澡什么的挺好的。对，但是现在认真做这个备孕，确实得多思考这种事情。就那个 Uncle Tom， 那个 Uncle Tom， 我也能抱是吧？你也能吧？来，抱看看，小孩都喜欢你。哎呀，有点那个感觉了嘛。可以。我觉得 Tom 肯定会带小孩带的。应该会。带墨尔本也带挺好的，肯定的。他带墨尔本带的很好，哎呦，好奇。哇，天哪！可爱哦，新化。这么小一个人，这么小一个脸。OK 吗？我好感动。感谢你们的晚餐，谢谢你们来。这个我们找一个比较厚的垃圾袋来装吧。哎呀，没事的。肯定会好的呀。没吓到你太多吧？没有。没有。哎呀，有点想说不好意思，但是我知道就是。哎呦，不要说这种话嘛！你看我的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也是跟我一起想着说我们怎么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有一点小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一起想办法嘛。哎呀，不要不好意思哟。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遇到了问题嘛，我们就是一起想办法，对不对？然后你看 ，good news 是我的身体变好一点。对，是。然后它的难度就没有原来那么大了呀。所以其实还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次检查，我觉得他是在一个很好的时间给我们俩一个提醒嘛。就是我们就是一起调整。知道你现在肯定压力很大哟。是，这就是有孩子的一部分，我感觉这个过程。对，也是对我们俩的考验嘛。是。对，我们就是让自己更健康的去生活。不用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们俩一起要面对的事情。是，我们肯定是会成功的，对吧？当时你听到“抱歉”这2个字是什么感受？我会觉得，你怎么会觉得抱歉呢？就是你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抱歉，因为我觉得备孕是2个人的事情。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在这儿，但是中间有1、2、3、4这些困难，我们怎么一个的把这些困难消除掉，然后到达那个目的地？就是很心疼吧。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不要因为自己生病了就觉得很 shame 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身体有一些这种问题或者困难，本身已经很辛苦了，就不要 blame 自己。
就是没什么好羞耻的。就像我不是经常会说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什么的，就是因为我不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羞耻，我也不要你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影响了你的什么，不要被那些刻板印象影响。我们就是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成功，就是一个小挑战吗？对，在生活上有一些调整。是，哎呀，哇，就是又让我们看到了爱是什么呀，哈。对呀，快摸一摸身边的冉莹莹，蹭蹭她的多娃的福气。你们俩交换一下气，你从那边弄点好运的气，然后你还回去一些好沟通的气。原来这一次大家就是看着好穿越，因为陈医生就在现场。然后原来备孕有那么多错误的知识，包括他之前去普拉提，都不太对。普拉提是好事儿，但是呢，它需要在里边结构是正确的情况下再去练。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其实大家需要的是慢下来，而不是让大家更快下来。其实这个节目很好，好在跟很多备孕的人有一个警示，就是，这个就跟高考一样，一次考不好没关系，他最后拿结果是个必然的事儿，因为两个人的态度，两个人共同的认知，对这件事情的观点，都决定了这拿结果只是个必然的事儿。所以那个就是汤包遇到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在男生挺普遍的，即便年轻？因为我周边听到好多这样的故事。也很普遍。其实他先生其实问题不大，像他这种情况只是差一点，波动性不是差很多，就是泡澡的过呗，是吧？那问一下子君老师啊，从心理层面的角度上来觉得，为什么，刚才说到了，无论是东西方的男生，都会觉得，如果谈到这个，都会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点难堪。这是一个作为性别的一种表征，就是比如说我，精子没有问题，我就是个男人。你看他会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对，但实际上这里面他们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他们两个人感情那么好，你看他们俩的特别让人有这种具身反应的是他俩的拥抱，就那种全然的拥抱，对吧？就给人感觉，哎呀，这个感情真好，而且也不是生理上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按教练员计划进行。那个今天子君老师还给我科普了一下，说他们的研究表明，说的确要多喝热水，喝热水增加血清素，血清素也是让人放松的，会让人有幸福感。所以你看，我们男生经常说喝杯热水吧，不是白说的，也算是有用的啊。好了，问一下那个小鹿哈，北漂10年里面，你哪个时刻或者哪个事情最想让父母飞过来陪在你身边？有没有这个 moment？ 好像没有。可是那你为什么就这样一直吧嗒吧嗒落泪呢？这个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会觉得，比如说我去北京，我觉得首先可能我自己屏蔽了这方面的情感需求，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示弱的表现。因为我父母原本对我的想象就是他们希望我回我们老家考一个有编制的工作，但是我做的事情其实完全违背了他们对我的预期，所以我就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过得不好，或者是说我需要任何情感上的支持。因为你会觉得，如果告诉他们，你好像就是说，我这个选择是错的。因为我之前跟我爸妈也有过那种，就我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哪怕只说我只是去北京做律师，这对他们来说都已经非常挑战了。所以这个我都跟我爸大吵过一次，就是真的那种拍桌子的。你会意识到，好像真的得靠这种方式才能让他闭嘴，以后不要再说我，就是不要因为我的选择违背了你的想法就指责我。所以我就其他时候就都没有，而且我也有那种很奇怪的那种想法，就是好像我不可能再
任何非节假日回去，就是我会觉得好像那个家没有需要我回去。所以你这些年来这么努力，然后非得想做成什么样，这种存在感是不是跟你小时候一直被看作是小透明，或者说这样的一直被父母这样的对待很有关系？他们对待我也没有说不好哈，肯定没有不好。我只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为什么我好像总想搞点什么，证明点什么？对，就证明我做成一个事情来证明自己，而不是要叛逆。因为我好像一直都有那种，包括我做脱口秀也是，我从14年开始做，19年我父母才发现的。你真正觉得你成功了，做成事儿了，是哪次？奇葩说的时候吧。奇葩说对，2021年。他们什么反应？就我爸还是跟我讲，律师的主业不能丢，他认为不是一个他理解的正常工作。但是至少，老一辈一定会觉得哇，我可以在电视里面看到你了，或者怎么样的。应该有吧。但是奇葩说那时候也不是谁都看嘛，对吧？也不认识我。然后我爸非要跟别人讲我是一个名人，就在别人面前，因为你其实他们没搞清楚一个道理，就是你永远无法说服另一个人说这个人很红。因为他不认识就是不认识，然后我爸现场掏出手机打开了我的视频，这样给人看，我就这么坐着呢，我真的觉得好尴尬，他的骄傲让我非常尴尬，一点也不脚趾抠地。对父母来说，他当年多么忽视你，他看到他那种欢乐，他应该以他的方式觉得他女儿为他争了一把脸了，我觉得。对，但我自己的体验是很尴尬的，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在场的妈妈挺多的，我非常理解就是刚刚小璐她提到的这种感受，因为我也是在北京上学这么多年，我读大学我走那天我妈都没送我去，然后我大学4年我妈没来看过我直到我就是自己可以挣一点点钱的时候给妈妈买个机票，我那时候还跟人合租，我妈来看我，但我都不愿意，就是她辛苦她累，就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小璐这种感受。然后也很想在妈妈面前表现自己，就是其实挺强大的。但是我反过来从妈妈的角度，因为我妈妈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小时候特别想做主持人，我妈妈就说咱们家这条件，因为我也单亲嘛，做什么主持人，你就学个比如说法律、经济，就是稳定的，以后到银行去上班，对吧？那这个咱们就好好的，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所以我当时是悄悄的开始就是去学习啊，也是跟她很像。所以我也是后来慢慢才让妈妈知道的。我觉得我特别能够体会，就是她妈妈的这种心理、这种想法。我可能再早2年，我都说不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就今年我儿子20了，我突然会有一种心态，就是未来我可能帮不上他什么了。你知道，做父母的心，就要一边想着说我得支持他去走他的路。一方面老想着说，如果哪天我帮不上什么了，有什么路是比较安稳的，不会让他受挫折的路呢？所以他未必是否定你。当他跟你说不要放弃你的律师职业哦，就是他可能不是否定你，他可能只是我的第2个想法冒出来了，他可能只是希望未来有某样东西能保护你而已。因为他的父母在那个年龄和那个地区。确实会认为律师比什么脱口秀好。其实他们比如说希望我做律师那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父母那代他有他的思维方式了。我觉得我每次在这个点上特别情绪不能控制，可能还是因为小时候的一些那东西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多胎家庭的妈妈啊，总是会被人问说你有没有偏心啊或者什么。我有时候觉得吧，这个问题就像是问一个小孩，你更喜欢你爸还是更喜欢你妈一样的，让人觉得为难。你爱爸爸也爱妈妈，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一点能不能安慰到你，但是我并没有否认你的痛苦是客观的。但是可能作为父母的角度，他们也并不是故意去造成一种忽视和伤害。我理解，这也就是我痛苦的原因。就是我还有一层，就是我在感受到自己小时候被忽视的同时，我又很深深的同情我的父母。我觉得可能你说服父母之前，你先得解决我到底要什么。我觉得那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你如果特别明确的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才具备去跟父母做下一步沟通的可能性，否则就生吵架嘛，对吧？我想问一下小洛哈，如果比如说你童年缺失了一些被关注、被看见，那现在如果将来你要做妈妈了，你会不会就是把这是你的缺憾的东西弥补到下一代身上？一定会的，会吧？因为我感觉我内心好像是会觉得，我现在是准备好去爱人了，我才会想要会有小孩，因为我会觉得我还是捋顺了我和自己的关系，以及我和汤包我们的亲密关系之后，我会觉得我们俩可以一起，我们可以爱对方，我们也一起可以去爱一个新的生命。汤包给了你很多治愈吗？有，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感觉我的这种比较脆弱的情感，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他在拖着我，一直在养你。对。好的婚姻太滋养了，就是能再活一遍，然后那个生个孩子又把自己重养一遍，那这特别好。是，我觉得开放一个那个讨论的空间，大家也可以支招，好不好？好，我们来看过小鹿的这个 VCR 之后，我们有什么可以热聊的话题呢？我想选择聊备孕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很焦虑的事儿嘛。确实，我感觉，比如说意外怀孕就也让人焦虑哈，但是备孕本身感觉可能跟我们从小习惯的备考啊什么的，它有一个巨大的备字在这儿，就让人压力倍增，对吧？哎，莹莹姐当年就不焦虑哈？我意外怀孕，对，所以没有这种焦虑，没有。但是我怀孕的时候，我还在工作，我有过一个焦虑，就是如果我去生孩子怎么办？跟他开始有点像，对。但是我觉得，就像各位老师说的，顺其自然啊，放轻松。当然，就我妈妈跟我说，她说，生小孩这个缘分，这次来了，你就要拥抱它，追求你的事业，这一生都可以去做。不同阶段，女生不同的精彩，但是生孩子这个事儿，就在该适合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差不多时间去做。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我跟小鹿的选择一样哎，对。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下一段我们的杜妈。杜老板，杜老板来了，上场了。